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。那麼今天是2026年5月4號，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美東時間11點半開始了。歡迎進入直播間的朋友。你好，請朋友，請進入直播間的朋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是否都正常。我們來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。好的，沒有問題。我們快速的來講一下這個標普大盤，然後再回答大家的提問。那麼從日線上，現在我們看的周期是日線，我的每一個分析都有水印兒，這個標的後面都有水印兒。為什麼呢？把這個水印兒打上來呢？因為這個周期這個時間非常重要，對吧？你分析的是哪個周期，哪個標的，這個時間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說，每次我都要強調一下，我看的是什麼周期。那麼在日線這個周期的話，現在日線上明顯出現了頂分型了。今天日線出現頂分型，因為在纏論裡面，你想要轉折的話，從頂部想要轉折就必須要有頂分型，從底部轉折就必須要有底分型，对吧？這是最起碼的，對吧？這是我們雙觸發的第一個觸發。你這個不觸發你都不需要去看它。如果說你是做多的話，但是呢，在它如果已經漲了很多的情況下，你這個時候是要留意小周期的。所謂的小周期就是比如說5分鐘、1分鐘，你需要留意這個。因為呢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已經漲了，我們看一下它漲多少。從這個最低點，從這個起漲點漲了15%，它從6316漲了15%之後，你如果說一直盯着大周期看的話，你有可能賣出的位置就相對的偏后，也就是說你的盈利有可能会損失相当大一部分，如果說你的周期不切換的话。所以說在某一只股票，或者说你看的標的，或者說其他的什麼一個品種裡面，如果說它前期這段漲幅已經過大的時候，你在尾段的時候，記住了，在尾段的时候要盯着小周期看，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5分鐘、1分鐘。盯着小周期看的目的是，你可以賣在相对比较好的位置。比如说今天这個下跌，它今天是給你一次反彈的，你完全可以賣在這個7244這個位置。也就是說，你看它往回拉，剛好是回拉到上面這個5分鐘中樞裡面了。這有一個5分鐘，然後這是5分鐘中樞，剛好的回拉到5分鐘中樞裡面。你如果說在上周，比如說你這些沒有賣，那麼今天它緩慢的回拉到這個關鍵的位置的時候，你就應該減。如果說你是底部一直拿上來的話，你就更應該減。如果說你是從6316一直拿到現在7277、7272，或者說你中途也有過調倉的話，那你也要減，對吧？因為我剛才說了，在尾段的時候你要多盯着小周期看，因為我們要在小周期上抓那個動能。這就是在大周期看模型。再重複一下，這個非常重要。在大周期上，我們看的是模型啊，我這個跟我的模型比較，它是處於哪一段，對吧？大周期是看模型，小周期我們要抓的動能變化，就是說它從一個上漲的動能，你看前面這裡一直是一個上漲的，從最底下一直是一個緩慢上漲的動能，什麼時候開始轉變成開始下跌的時候，它是在最小周期開始先表現出來的。如果說你不去看最小周期的動能變化的話，你是抓不住的，你會這個往往會反應比較遲鈍。所以說我們需要看5分鐘，甚至去看1分鐘這個周期的這個動能變化。那麼在5分鐘上這裡你會發現什麼變化呢？就這個離開不背馳了。我剛才這個已經比較過了，用這個工具，這個離開到了 1.618 了，已經跌破了等比例，等比例在7216。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空頭的動能這裡是強的，空頭動能強，那麼這時候你可以往那個模型上套啊，我這裡是進入段，這裡有大 A 了，那麼這個小 B 段動能強，意味着更大概率出現一個大 B 中樞，在5分鐘上才可能結束這波下跌。也就是說，在空頭動能強的情況下，你去做多的話就要謹慎一點，曉得吧？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小周期上
看动能轉換的原因就在這裡。那麼現在空頭強了，它到 1.618 它可以還繼續往下延伸，因為它現在不背馳啊。你說我這裡出現微轉可不可以？當然可以，但是它大概率，比如說給你一個反彈，可能是針對這個小中枢的話，是給一個3賣，然後再出一個盤整背馳，也就是我們說那個打個3折，這個時候是可以嘗試的，但這是5分鐘上嘗試，因為它這裡是要給一次反彈，也就是我說的做這個大 B 中樞，可以繼續跌，對吧？所以這個5分鐘的反彈，如果說打了一個3折，打了一個5折之後，我是可以嘗試買這個反彈的，就是買這段反彈是可以做的，因為這裡它也可以微轉，你不知道它是一個弱反彈還是一個強反彈，所以說你只能去跟蹤。但至於你做不做5分鐘的這個反彈，那就是你的一個風險喜好選擇了，對吧？所以說任何的這個級別交易，你都要看它的周期的。那麼在这个现在5分鐘上，就是什麼時候等它出穩妥一點，我當然等一個 B 中樞出來了，然後這整段結束的時候，我再去買這個1買去，對吧？當然了，如果說心急的，哎呀，我就買一個3段打折的，打個5折的或打個3折，我就進去買也可以，這就是看你自己了。好的，這就是針對這個標普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家提問。麗麗朋友問了一個 AEHR， 這個我們好像從來沒分析過。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他問的這個，因為他從來沒分析，我們從來沒分析過，就簡單的看一下這個圖形以及它的這個基本面。哦，也分析過，看這個我們畫的痕跡。這公司是生產半導體元晶老化測試設備，測試這個半導體晶圓級老化測試的，是這麼個東西，比較怎麼說呢？比較 niche， 它這個產品的那個 industry 比較 niche， 所以說因為它在測試領域是一個關鍵環節，可能是細分，在這個細分行業它是比較厲害的。然後它也是漲了一大波，對吧？那麼我們之前分析過這個，我忘了是在什麼時候分析過。那麼下面有一個大中樞，下面這個大中樞是月線的中樞，是比中樞，也就是這個中樞肯定是9段升級的中樞。那麼它這裡出現過2次回落，那麼這個還是形成了一個3買，這裡有個小中樞，這個2次回落是下面這個大中樞的3買，也就是說它的這個其實起漲點在這個位置。在 6.27， 它從 6.27 一直漲到最高102，這是漲得非常兇啊，也是跟這波芯片這波一起來的，對吧？那麼看一下它的次級別，我們就從 6.27 一點點往後捋了。我要看的目的是，我要首先確認 6.27 這段結束啊，對吧？ 6.27 這段上漲沒結束，那你這做空它也好，或者怎樣也好，不是逆勢嘛，對吧？所以我要一點點往下捋，利用區間套。那麼這裡有過一次回撤，這裡也有過一次回撤，所以說它在周線上做了一個中樞。這個圖形，這個公司的基本面是沒有問題的話，那你就敢買回撤了呀，對不對？那麼2次回撤做成了一個中樞之後，還有一個起漲點在 29.13， 所以說我再次往下用區間套，我就分析重點是 29.13， 也就是 29.13 到 108.2 它要結束。它如果不結束，是意味着整個這段都沒結束呢，對吧？所以說我們又要降低那個周期了，看一下它的次級別，也就是日線。所以說我只關注 29.13 右側這些。那麼在 29.13 右側，在日線上沒有那個結構啊，只有一筆，回落都不夠筆，所以說它處於一個中陰狀態。我在我的直播中，或者說我在周末漫談裡面有個提過很多次這個中陰狀態，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了吧，對吧？大家對這個中陰狀態都比較熟悉，對這個中陰狀態比較熟悉的朋友，在這個頻道裡面，現在這個實時聊天裡面可以打個1，扣個1，對吧？我們也多做一些這個互動，畢竟我如果講得太快，講得太多，知識點比較多的話，我覺得可能達不到一個交流的目的。所以說對這個中陰狀態，如果說你比較熟悉了，大家我就不用講太細了，對吧？所以說對中陰狀態，什麼是中陰狀態，這個比較熟悉，大家可以在這個聊天裡面回扣一個1。
那麼現在它就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，沒有選方向。那麼這個時候可上可下，那你就只能再次降低周期，還是這個 29.13 這個位置。29.13。那麼在1小時上的話，对，丽丽朋友对这個中陰狀態已經很熟悉了。好的，還有這個秦朋友也是對。那麼經常來我頻道的，應該對中陰狀態已經非常熟悉了。我們就大家有知道的，我就不過多的這個複述了。那麼在1小時上的話，這裡也是有過回落，但是呢都是以浪形的模式，發現沒有，往上漲的。那麼最終出現了中枢的話，是在後面這段，這裡是有過接觸，基本上是在這裡它做了一個中樞，一個下上下。你可以把最後的中樞畫在這裡。1小時的最後中樞，所以現在這裡是有過一次反彈的，其實這裡有一個類中樞，也不能叫類中樞吧，它就相當於一個級別出現了一個擴張。怎麼說呢？就是這個其實是出現過一次3脈的一個確認，就這裡是出現過對上面這個中樞啊，它出現過一次確認，然後但是又拉回去了，說明它出現了一個擴張型的，就1小時現在其實不太適合它。我們看一下2小時，1小時這個周期的話，它出現了一個擴張走勢，也就是說是其實這麼一個大的走勢，在1小時上，如果說你用線段來畫的話，我現在說的是線段，不是筆。筆的話就是那筆線段的區別，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了。所以這個圖形是相對複雜的，它是出現了一次擴張。我們用2小時的話，就都是筆了。因為我在我的這個分析中用到筆比較多，用筆分析的原因是簡單，那麼它如果说用筆分析的話，那麼就前面這裡是這麼一個結構，對吧？用筆分析的話，中樞就在這裡，這是2小時的一個筆中樞，也就是說，這個2小時的筆中樞是它現在的一個震盪區間。你要做的話，就是圍繞2小時這個中樞震盪就好了，對吧？所以說現在不能看1小時。看它的話要看2小時才好操作，所以在你交易的時候，在你那個分析的時候，你就看周期。1小时上，如果说它出现了这种擴張中樞，也就是所謂的擴張是應該這個拽過去了，其實它這裡是有一個類中樞了，也是1小時的，也就是在1小時上它出現了一個擴張，所以說這是複雜的。那你如果說升級到2小時的話，那就只有一個筆中樞。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表達清楚，什麼時候應該切換到不同的周期。你哪個周期你分析起來最簡單，你就用哪個周期。所以我們用2小時分析的話是最簡單的，而且這個周期也不低，所以就在這個中樞震盪的時候，你就中樞上方力度減弱了，衰竭了，減一減下來了，你也不用管它是不是這個日線上沒漲完，都不用管這些，你就找準中樞就好了，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辦法。禪師在某一課專門說過這個辦法，你都不用管，你只需要看你的交易的圖形。比如說你交易找好的圖形是2小时的，我只需要找到最後一個中樞，然後去看現在的股價是在中樞的什麼位置。在中樞上方只有可能出現3買，在中樞下方是会出現3賣，在中樞震盪，那你就需要降低周期，去它的每一次回落，找它的這個內部出現背馳的時候，比如說打3折背馳，打5折背馳，給1個中樞背馳，還是給2個中樞背馳的時候，你再去買這個結束點，也就是中樞震盪的結束點。所以說這是一個每一個股票都可以通用的一個辦法，前提是你要找到那個級別，那個周期相对的不是那麼的大，比如說2小時、1小時、30分鐘、15分鐘、5分鐘這種相對小的周期，你可以就是找到了就可以做，而不是說你去看一個月線大周期，你找到了這個中樞你也沒法做呀，因為它的周期比較長啊。你要去找這個買點的時候，它可能需要一個回落時間，可能需要一周時間。所以說你要在實時交易的時候要降低到相对小的周期，你才可以交易。好的，那麼針對這個的話，它現在在中樞內部，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它可以是任意的一個震盪。那麼現在在中樞內部意味着上面這段有可能結束了，它可能要走下降的一筆了。也就是說2小時上它可能要做下降的一筆了。那你什麼時候進呢？肯定是等這個2小時這一筆結束啊，对不对？
那麼现在2小時這一筆的話，只有2根 K 線，那你要等就再等3根，起碼可能在這個中枢下沿這個位置，或者說在中樞某一個位置，這就是利用我們剛才說那個区間套用雙觸發了。那朋友有可能說啊，我突然來個消息，啪又上去了，那就意味着這個 76.71 上漲沒結束。那我说，我應不應該追在這個位置呢？那我剛才說了呀，在中樞上方只有3買，3買怎麼做呢？是上衝之後再次回落，你還是要買回落，而不是說去追到這個衝高的這個位置。所以說，我們只買回落，無論是3買的回落還是中樞震盪的回落，我都是買回落呀。好的，我希望利用这個作為例子，給大家詳細的講解了一下怎麼去在日常的交易的時候，我剛才雖然說拿2小時做那個比喻，但是你可以用它推廣到任意週期裡面，無論你看的是5分鐘還是1分鐘，還是這個其他週期的，只不過就是你的可能可交易的次數。你用大週期的話，可能是月線的話，可能1個月、2個月才交易一次。但是5分鐘、15分鐘或2小時，可能2、3天就能交易一次，只是你的交易頻率快慢而已，但是方法是一樣的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AEHR。我們再看這個秦朋友問了一個 team， 這個我也注意到，前幾天好像是出了一個財報，對。4月30號出了一個財報，然後當天是漲了將近30%，對吧？可以畫報一下從25年2月份到今年4月這波下跌的產圖。你意思是說從25年2月份就這裡，對吧？就日線上這段，對吧？我們先看一下它在周線上是不是有一個3折，我記得它在周線上折過一次。它在周線上這裡是。我之所以這麼看的原因是，我要用非同級別分解找到它可能簡單化的這個方法。我之前跟大家講過，我現在是用大週期要看一下它有沒有折線，這樣的話，我在小週期的話，我就不用看的那麼多。它在大週期周線上的話，它是出現過一次折線的，也就是這裡。哦，它這裡還出現了一個4，看到沒有？所以我用的方法是非同級別分解結合同級別，就是周線上我要看現在是不是一個3折還是4折還是5折。現在在周線上，從這個你說的那個最高點，就是那個25年的2月份，它從326跌到了下面這個56，從326跌到56是一個123，看到沒有？一個3折，這個3折明顯背馳嘛，你這個空間一比較就是短的呀，跟前面一比較。所以說，你如果說盯着這個的話，那麼出現3折了，但是打3折不是代表那你要想要買在這個相對的拐點的位置，你要去跟蹤它這個段的內部結構，對吧？所以說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它已經出現第4折了，不是第4折了，它現在出現了4浪反彈了，也就是打完3折之後，人家已經開始反彈了，現在走第4筆或第4浪了。當然了，你說如果說只是想復盤來分析一下它這波下跌的話，也沒有問題。我們可以這個簡單分析啊，就是這裡面明顯有一個中樞，我們把這個簡單畫一下。這裡有一個比中樞，1小時的日線的比中樞，然後還給了一個3買，看到沒有？給了一個3賣，但是呢，這段回落是不夠1筆的，所以它應該是直接1筆就到這裡，然後3賣在這裡。看到沒有？給了一個3賣之後結束了，也就是說前面這裡是一個中樞進入段，然後帶了一個3賣，這很標準的一個結構啊，看到沒有？這個結構是非常飽滿的一個盤整下的結構，然後出現了一個非常的弱勢反彈，這就是我們說的在前面下跌延續，你可以是看成一個2個大中樞的一個這個下跌，這是出現了一個大擴張，也可以，這就是同級別分解，但是複雜呀。但是我利用了非同級別分解之後，我只需要分析3段。在日線上，我只需要分析這一段，然後又一次反彈之後再下一段。我現在如果說你要是分析最後這段的話，那就相對簡單多了，對吧？你就不需要跟前面合併了。那它現在就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看到沒有？用了一個7浪下，用了一個7浪下，或者說7筆下。我們經常說的，把浪形跟纏論結合到一塊的話，我們看這裡是反彈不夠1筆，所以說它就做了一個7浪下。那你這就簡單了呀，7浪下，那7浪下怎麼抓呢？
我們說了呀，模型裡面有啊，7浪衰竭或者9浪衰竭的时候，最後这個第7浪或第7段或第7筆的時候，你就要盯了，對吧？所以不是說抓不住它，但是現在它已經出現了周線的4浪反彈了。周線的4浪反彈，也就是說，這個反彈看上去挺強，但是它其實只不過就是這段下跌的一個周線的大4浪反彈。你也可以用這個黃金分割測一下潛在的這個反彈的位置，但是關鍵的位置其實在這個144.32。144.32決定了它是不是這裡是不是要做中枢，還是說只是一個弱勢反彈，然後繼續下，也就是說周線上可以是一個5段下跌，給你打一個5折。才結束整個這波下跌，所以你現在不能說大周期上結束，只能說這個4浪反彈現在是看上去挺強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再回到這個第4浪，那麼在日線上現在只有一筆，確實是挺強，對吧？整體表達都很強，然後這個 MACD 直接張口，現在都上到0軸以上去了，尤其是這個財報之後。那麼在日線上現在是沒有結構的，只有一筆呀。那麼在1小時上，這裡是明顯有一個中樞，你在日線上你就能觀察。超過3根或3根以上的這個 K 線並排，說明它的次級別或者次級別就有中樞了，說明這個1小時上是有結構的，那你就要切到1小時上去了。我們切到1小時，那麼在1小時上，你能夠簡單或者一眼就能瞅出來这裡有一個中樞。那麼現在意味着什麼？離開段不背馳，離開段它的進入段的話是一個1、2、3。對吧？你可以先，因為它這個離開段裡面是帶了一個缺口，你可以簡單的先從最低點，你這個測一下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，你也能看出來不背馳啊，1.618，這段明顯強勢不背馳。那麼這就跟我們剛才分析標普一樣了呀。我的小 B 段一旦不背馳的話，就意味着我這裡就容易出現大 B。不是說我們之前直播的時候有位朋友問的非常好。他說：“那個為什麼一定要趨勢上結束嗎？因為他這裡是2個中樞結束的話，應該是之前有一個朋友叫什麼我忘了，他問的問題非常好，說一定要趨勢上結束嗎？我一定要2個中樞，大 B 中樞、大 A 中樞出來我才能結束嗎？當然不是。但是現在在當下，這個小 B 是強的，是不背馳的，他想要砸回來、拉回來的難度大，他大概率更可能是出現這麼一個第2個中樞，再結束整個這波上漲，曉得吧？所以說沒有100%就說啊一定不出現拉回來的情況，我們只能說大概率，因為這段強啊，曉得吧？所以說沒有說你一定能夠預測到是100%，誰告訴你100%能出現 B 了？沒有人能告訴你100%，只是說大概率，概率大於50%，你就做不做吧？就問你，對不對？所以說現在是小 B 段不背馳，那麼就大概率出現大 B 段才可能結束。那麼你要做的就是先這段要結束，小 B 段現在還沒辦法判斷結束呢，那你就要跟蹤小 B 段的內部什麼時候，哎，如果說出現頂分型了，對不對？現在連1小時的頂分型都沒有出現，那如果說你在下面買的，肯定我多拿一拿了，因為小 B 段強，如果說出現頂分型的時候，我才可能減倉，因為我要避開它的這一波回檔，也就是1小時的這個回檔我要避開。那麼出現回檔結束了，我再買回來，然後再做一筆。如果說微轉的話，當然就更強了。最起碼是我這裡可以再做一筆。如果說它這裡就要做大 B 中樞的話，但是每一個回落你都可以去買，每一個回落你都可以去買，因為你不知道是哪一下上去。好的，這個就是我們前面有問的這個，他問的是這個 Teams， 我是畫成中樞擴張，對你說的畫成中樞擴張就是把這2個都畫起來，對吧？那麼就是這裡有一個中樞，然後這2個中樞擴張了，你可以把它們都圈起來，用我之前講的簡單辦法，這個擴張之後的大中樞，比如說你換一個顏色。加一個這個 background， 對吧？這就是升級之後大中樞也可以的呀。這個就方法就都一樣，這就是同級別分解，這就是同級別分解，你這個中樞是可以擴張的。那麼非同級別分解的方法簡單就在於我在大周期上，我只觀察的大周期是一個下上下，我可以分段來看，好處就是簡單，我不用那麼複雜，因為中樞擴張或者是中樞擴展複雜，你分析起來更亂。
當然两個方法都可以，很多時候你要結合兩個方法。那麼現在它其實是出現了，你看啊，上面這個是擴張大中樞，那麼這兩次反彈反而是一個三脈。針對上面這個大中樞，我在這裡兩次反彈反而是三脈，要注意了，級別不同。好的，這就是針對這個 TEAM 的一個分析。我們再往下看這個58499朋友問了一個什麼 UAMY 是吧？這是個什麼公司？還真没分析過，應該是不是 UAMY？ 我這個代碼沒打錯吧？這個58499朋友，請確認一下58499，這位朋友，我這個代碼沒打錯吧？因為不太熟的這個股票的話，我們要確認一下，省得我分析半天不是你想分析的，对吧？那就浪費時間了。這個公司是啥呢？是美國關鍵戰略礦產的參與者，主要開採、加工、銷售這個特殊礦，涉及一些貴金屬啊。還有一些这個主要他們的產品主要廣泛用於阻燃劑，還有一些鉛蓄電池硬化劑，還有一些光伏玻璃的一些清潔劑。護城河就是主要是本土合規設施的稀缺性，它是美國少數的擁有許可證並且在運行的這個冶煉廠之一。所以它就是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背景下，它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。那麼在北美的話，它是這個領域的話算是領軍的，但是規模相對偏小，你看它的價格就知道。但是它的問題就是產能規模比較小，所以可能需求量大，但是你供應小的話也不行啊。我們簡單看一下它的圖形，它是在月線上從這個0點幾起來的 0.16， 也就是可能是因為這些稀土礦啊，这些礦產成為戰略的資源之後開始起來的一波。那麼在周線上這裡有過一次回落，我們把這個周線的這裡有一個中樞，我們看一下它上來之後的結構。然後又做了，但是這次回落不夠，也就是說，它在這裡做了一個周線大三買，之後上去的。我們把這個三買上去之後的這段給它分析一下。但是這個三買之後，有可能要轉成三買轉二賣，有可能要三買轉二賣這麼一個模型。就這個三買之後它弱，三買之後的這段啊，沒有之前上漲這段凌厲，對吧？它就磨磨唧唧的在這裡做了一個中樞之後，現在才出高點，也就是說它的小周期太磨叽了。我們看一下它的小周期，但是磨叽並不代表不可以打高點，我只是說在當时當下它是磨叽的。如果說突然出一個消息，啪直接上去，可不可以啊？當然可以了。我只是說在當时当下這裡是磨叽，就是說沒有那麼的凌厲，可能沒有消息刺激，或者沒到財報什麼的。那麼在日線上，最後這段一個大中樞，對吧？你熟悉了之後，你會發現其實交易，或者說你畫圖的時候，你分析的時候，瞅一眼就知道你現在應該怎麼做。像這種的話，我肯定不去追它呀，因為它弱呀，對吧？這裡是進入段，然後這裡做了一個大中樞，然後現在還這裡是因為這個有一根 K 線破壞了這個結構，那麼它又上去了，所以說可以是直接就從底部上來的。你去跟這個進入段比較，你目測也知道弱，但是有可能就最後這段沒結束。那麼沒結束的話，你就需要，但是好在它已經拉到0軸以上了，就最後這段，看它這個 MACD 已經拉到0軸以上了，就這段已經上0軸了。所以說我說的是這段弱，那麼它可以是，那麼財報還沒出來具體的時間呢，有可能是這個財報以後怎麼着，或者是比如說那個川普不是馬上去中國訪問了嗎？有可能在訪問的時候達成一些什麼跟礦產相關的，所以说這種情況是可以拿的。也就是說，雖然說它現在弱，但是不代表它突然一個消息刺激，給你一個大的跳空缺口，直接蹦上去往上走，然後在上面再做一個 B 中樞，這是 A， 在上面給你做一個 B， 可以的，沒有問題。但是現在就是你要做的就是，其實就是一個中樞震盪，它現在
偏弱了，你就減一減，然後再回來了繼續買，所以這個是可以買回落的。但是呢，也不要去做空它，也沒有啥意義，因為它畢竟這個整個區間我們看有多大。哦，區間這個震盪還挺大的，30%。所以利用這個區間震盪，你看你這每次在這震盪，每次都有30%的利潤，非常豐厚的，對吧？就利用好這個區間震盪的区間。但是現在沒有消息刺激的話，它這裡想上去的話，現在看不到。但是也不代表它上不去，只是說它現在當下入。好的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今天就只能分析到這裡了。感謝大家的參與。